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节奏很快的，银行卡早已经超越了我们单纯的支付的工具的属性，它像是连接着我们与金属世界的一座桥梁，承载着生活的便利与安全感。正如任何的科技产物是一样的，即便是高科技感、自动化的 ATM 机，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。打个比方说，银行卡在用的过程中，取钱的时候会出现了卡吞食的情况。那么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，不少人感觉到手足无措，担心自己的钱财受到危险。其实大可不必那么的失措惊慌，我们只需要应对，就能够轻松的化解真的尴尬的问题。当你意识到了银行卡被吞噬之后，我们务必要保持冷静的状态。慌乱往往会导致错误的一个抉择，那么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迅速的反应。此时，我们需要远离 ATM 机，避免错误操作，把我们的卡稀释掉我们的机子里，也避免操作了碰到机器的内部，也可能会经过我们下步的流程会带来一些影响。接着，站在 ATM 机旁，确保自己处为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之内。这样做可以保证您的安全，而且可以为银行提供必要的证据，以便在需要协助的时候静静的等待大概1分钟，让系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的判断和处理的。那么这个时候 ATM 机的屏幕上通常会出现提示的信息，要求您输入正确的密码，请按照屏幕上的指示，小心翼翼的我们输入密码。一旦验证通过，银行卡便会自动从机器中退出的，回到您的手中。这个时候，因为由于系统故障其他的问题出现， ATM 机可能不会显示提示信息的。这样的情况，你也不要太过于担心和焦虑，只需要按下 ATM 机旁边的注9就可以。与银行工作的人员取得了一些联系，他会与你进行操作。在与工作人员的沟通时候，一定要如实的告知他们的银行卡被吞噬的情况。为了能够确保您的出示证件有效，要配合他们的要求，以便顺利的拿回我们的银行卡的。一旦身份证识别有误，工作人员也会迅速的帮您来取回银行卡。他们也会仔细的检查您的银行卡的，也会确保其完好无损的归还到您的手中。我们来分析一下银行卡被吞噬的原因有什么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来到 ATM 机前准备取款的时候，因为排队的时间太长了，情绪飘到了远方。等到银行卡插入时的时候，你猛然的发现了插卡的方向是搞错了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银行卡被无情的吞没。那么这种情况，还要相信很多人在使用 ATM 机的时候也不够专注，注意力也不集中导致的。如果我们手中的银行卡出现了异常，不能读取信息，或者是报废的情况，那么像这样的银行卡也有可能被 ATM 机的吞噬。所以我们自己的银行卡出现了问题被吞噬，应该及时的去柜台通知工作人员帮你取回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除了操作的失误，还有一些很客观的因素也会导致我们的银行卡被吞噬。比方说 ATM 机本身出现了问题，再或者说你的银行卡长时间没有磁了。因为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粗心大意的人，因为各种原因忘记了银行卡密码。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银行早就会料到这种情况，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忘了银行卡密码，也不要慌张的，
只需要把目光投向 ATM 机，上面通常写着求助或者是紧急的字样，按下这个按钮，相当于向银行发出了求救的信号。银行的工作人员会通过求助电话取得联系，了解情况之后，会尽快的向现场为您提供帮助。等待银行工作人员过程中，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等待，并准备好你的身份证证件，比方说身份证、护照，以便银行卡工作人员核实你的信息的。当银行卡的工作人员到场之后，会根据您的根据情况指导你完成取回银行卡的操作，而且通常他们会对相关的信息确定没有问题之后，再去回答你的任何问题，而且也会把银行卡交给你。日常生活中，忘掉银行卡的密码是一件特别重要又让人头疼的事情。不过，遇到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。首先，想不起来我们的密码，但是呢，你要再极力的去想一想，放下心，不要想其他的事情，好好的想一想密码到底是什么数字。比如说生日，再或者是重要的纪念日，常用的数字组合。我们经过回忆仍然没法想起来的时候，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正规的方法来解决。一、前往银行的柜台办理，这是特别常见而且直接的方法。您需要带本人的身份证证件前往银行开户，让工作人员帮您去设置密码。工作人员会核实您的信息，并按照银行的规定和银行的流程帮你办理设置银行卡的密码。二、使用银行提供的在线重设的密码服务。很多的银行卡都会提供了一些设置密码的服务。如果你手机可以设置的话，手机设置还是不错的，特别的方便。相关的安全设置密码选项当中，我们查找密码的重设，这是通常的方式，要你先预留手机的号码与其他的验证信息。三、拨打银行客服电话。一些银行支持了通过电话进行密码修复，而且工作人员会提示您的身份证信息。再或者就是按照课堂经常人说的人流的情况，这样能够帮你很好的去设置密码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重设密码，都要确保您提供的身份证信息是没有问题的。同时，为了确保您的账户安全，重设之后的密码应该是特别复杂的，不能太过简单，纯说的就不可以。现代人设密码有几个方法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注重安全。重要的是依赖密码可以保护，但是这个密码呢，也是有学问的设置，尤其是使用的几种数字，我们可以使用纯数字，或者加一些英文字母，这样呢不容易被人破解，而且密码特别的麻烦，也没有人去记起来，用起来比较安全的，一定不要设为是生日密码或者是儿子的密码，生活小的常识密码，这样都是不对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小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